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录了一个50问的第3期，这是继第2期过后的，都已经过了1年多的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的过后的第3期。第3期呢，我们收集到了大家的问题，上一个视频收集到了大家的问题，我们就从视频下面的一个评论里面，我抓取了一些，有一些是那种点赞比较高的，有一些是我觉得可以回答的，我们就随机的就开始回答问题了哈。第一个你来选一个，你不是说先选这个吗？就点赞最高的吗？点赞最高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西西反攻一次啊？你西西回答一下吧。我目前没有这个打算，因为我之前直播的时候也说过，我其实还是比较慕强的。如果说我做了这么一个事情的话，我就感觉就没有那么强了，一种感觉。也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可能不太想这样子去做，仅此而已。好，如果他自己没有想法的话，我是不会强迫他去做这种事情的，因为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哈，本来就是需要他自己主动的。我觉得2个人没有所谓绝对的一个1:0，我不是说就这辈子哈一定1，或者是一定做不了0，没有绝对的这个说法，一个个人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其实他不愿意呢，那我们就不会强迫他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知道大家都是喜欢看那种反差的哈，2个人身份互换，就会看的人血脉膨胀。我知道大家的想法。好了，下一个问题，这是袁导提问的，如何看待所谓的开放关系？之前2人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开放关系其实在之前哈，我们不是很了解什么是开放关系，我都是后面在通过跟大家的交流，我才知道了，开放关系原来好像不是说我们谈恋爱哈，固定2个人，好像可以有第三个人加入进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玩法，好，其实你说一下嘛。就是于白老师说的1+1+X，就是所谓开放式的关系。对，我们之前是不了解，我们对于开放关系，我先说我吧，我觉得我理解，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会这样去想，因为我可能我的那个思维哈，我是比较保守一点，在这件事情上，在2个人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我的那个思维可能会保守一点。我觉得2个人就是2个人谈，2个人没有新鲜感的，那是2个人的事情，而不是说2个人没有新鲜感了，就需要找开放的一个关系了，需要 X 的加入了。因为我觉得 X 它真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因素，它的加入的是我不知道会面对什么哈，真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吗？就是开放关系的。首先这个的话，我不太能够接受，因为我这个人的话，第一是我还是挺敏感的，第二我其实占有欲还是挺强的，所以说面对这种开放式的关系的话，我可能不太能接受。如果说我的对象是一个能够接受开放式关系的话，可能我们也走不到一起去。我觉得观念性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走不到一起去。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做一个你觉得是可以开放式关系的，那可能得另寻他人了。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底线的问题，我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是圈子里面的话，好像是对于开放关系这种，因为开放关系在传统男女关系里面好像不太多哈，但是在圈子里，感觉大家对于我们本来就是没有那种所谓的一些传统的2个男生的一种观念哈，大家对于开放关系好像接受程度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的是那种稳定的2个人的一个关系的话，所谓的开放关系，它是给你带来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它会让2个人的感情会变得不稳定，因为有其他人的加入，会导致很多的一个变数，而且你们2个人也没有办法，因为有其他人的加入，2个人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很交心。你想，你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还能够感觉我会觉得有一些侧重点好像都变了吧。它可能会带来的好处，我觉得，比如说2个人可能之后慢慢就没有新鲜感了，但是有这个 X 的加入，会让你们变得有新鲜感，会期待下一个 X 是谁，或者说是这个 X 会给你们带来一些话题，一些就是聊天的一些谈论的一个点，就可能就这个点嘛。还有你们在，比如说之前1对1的嘛，现在是
1+1+X，有一个 X 加入的话，会让你们的性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说你在享受，但是你在享受这种快乐的同时，你要接受这种快乐带来的风险，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出于我们的一个感情稳固，还有身体健康等一些方面的一个考虑的话，我觉得我们不接受，我们不接受，但是我们理解，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它存在，它就是合理的。就有些人他可能他把它运用的比较恰当的话，他会确实会给一些可能比较喜欢新鲜感、刺激的一些朋友带给他不一样的感官和一些各种愉悦的体验。我觉得那个是他们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不会想要去尝试这种东西哈，这一点我们两个人的观念是比较一致的，就没有分歧。不是说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还需要去说服另一方，没有，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都是这样想的。下一个问题，水哥和西哥一般是谁主动想要滚床单？大家好了，前面的问题都是跟性生活有关的，好像大家最喜欢的好像就是这方面的哈，可能确实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不得不承认，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还是两个男生哈，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性是真的第一的驱动力，我觉得，就我看来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哈，这个是正常的，这是生理的一个需要。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是动物，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欲望想法。我经常在跟他说，我说饱饭思淫欲，这个就是这样的呀，这个就是这么个道理。你在吃饱饭了过后，你就会有更多的一些东西的欲望的想要满足嘛，你就不止步于我就只是吃饱而已了。当你有了这方面的一些体验了过后，你可能也有更多追求一些两个人的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连接吧，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你觉得呢？你没有回答别人的问题啊。他的问题是谁想要主动滚床单？好，我刚刚扯远了，谁想主动滚床单？我觉得更多一点的是我，你是持相同的意见还是相反的意见？对啊，就是你啊，你本来就是性欲比较强很多啊。因为两个人哈。确实，因为滚床单这种事情，大家也是知道的。确实，可能身份定义上的话，那个人主动会要更水到渠成一点，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两个人的性欲强度有关吧。我觉得真的是。对，这个也有可能，因为不存在于我们之间哈，可能别人，可能做零多的那一方也有性欲更强的呀。就你这个事情不是绝对的。这个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所以说，在我们这边，就水哥要多一些。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他问的是我先说一下，他的原话是：两位年纪多大？测过 MBTI 吗？觉得奠定爱情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因为下面的评论已经有朋友指出来我们的 MBTI 是什么了。我觉得我最想回答的是他的后面一部分的问题，就最后一部分。你就这两个问题都很好回答，你肯定是最主要是回答后面的问题啊。我们是一个我28，西西30，28，他差1个月多一点就到了29。我是5月份就满29了，所以说就不用怎么强调，感觉我们好像差2岁一样，只差1岁多哈。只差一岁啊。MBTI 的话，我是 ESTP， 西西是 ISFP， 墨镜哥和小画家，我们两个人都是小黄人组的哈。所以回到刚刚的大家关于一些性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是很活跃的，我们不是那种很冷淡的，可能会很积极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哈。他最后提问的是，觉得奠定爱情的最大因素是什么？你既然说的是爱情，我觉得那就是爱啊。我觉得奠定爱情最大的因素是什么？西西，你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你觉得？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点的，比如说相互的一个包容，还有就是我们在可能大家后面会问到的，在经济方面的话，我们是共同的，一起在用的，还有相互的一个信任，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就不仅仅是你说的爱这么简单吧。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好，我来总结一下，我刚刚说的爱，这个是第一的一个驱动力吧。说奠定爱情的话，那你首先得要有爱，对不对？两个人都能有那种觉得对方
是自己喜欢的那一款，那你才会有后面的在一起啊，谈恋爱啊，最后住在一起啊，后面的一起生活一系列的爱是肯定是第一要位。到后面两个人相处磨合，它也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吧，第一要素肯定就是爱。后面的像西西刚刚补充说的，两个人的性格，还有其他的一些理念上面的一些观念上面能不能够达成一致啊，这方面我觉得是后面。第一要素的话，回到他的最初的那个，可能我是比较直接的哈，就觉得他回答他的第一要素的话，我觉得是爱。我们两个人不是因为可能经济方面需要两个人搭伙一起过日子的那种我觉得不一样，那种我觉得你说的哈，你要说前期的话，那前期我觉得是什么呢？可能是互相的喜欢，对互相的喜欢，还有性生活和谐，这也是对啊，你不单单说的，我感觉你说的很笼统。那你回答的别人的问题就是，他问你建立的基础是什么，你就说爱。那我确实知道就是爱啊。那我想问你的是，你具体的是什么呀？你我都没有。觉得爱是体现了两个人的性生活比较和谐。好了，我刚刚确实回答的比较没有具体，对，要具体一点回答就是其实说的，是对方喜欢的人，生活比较和谐。这个是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长了哦。下一个问题是奶茶喝全糖的，谢谢朋友提问的，我们依次回答吧。他说的是第一个是刚认识的时候经常聊什么？那个时候刚认识的时候，我们其实我都忘了我们经常聊什么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忘了吗？虽然其实只过了不到2年的时间哈，但是我记不起来我们当时经常聊的话题是什么了。我们经常当时你知道为什么你忘了吗？啊，这为什么？第一点，就很多时候的发起者是我，哦，所以说你忘了。我是接话的那个。第二点，因为你不是和我一个人在聊，所以说你会记不起来。没有啊，别人他应该问的就是两个人确定关系了。我说的是你，他确实问的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说的是你，为什么你刚刚说你记不起来我们当时第一次就是刚刚认识的时候在聊什么？我在分析你为什么还没有确认关系，只是说刚刚在软件上认识哈，那个时候不一定是在人家说的是刚认识的时候，不一定是在软件上，也可以在微信上面啊。哦，你的除了我经常提到的点，你肯定记不起来我们在微信上面在聊什么。好了，是确实了，确实有点记不得了，确实有点记不得。我们经常聊的，我跟你们说一下，经常聊什么？聊的话，可能我会围绕着他的工作，就会关心他今天有没有吃饭或什么的，今天忙不忙？问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东西，琐碎的。所以说他记不起来，因为一般发起者都是在我，就前期的话我会比较主动一点。说实话，就是这个问题都是这样的。那你顺便其实也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哦，吵架谁先道歉？好，下一个问题是吵架谁先道歉啊？这个我可以先回答。对于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我们两个人其实因为家庭的问题嘛，所以说教育出来的话，我们两个对待道歉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这边的我是觉得我给你下了一个台阶，我再给你道歉了。但是你不一样，你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争执、吵架了过后，道歉的那个人，他是需要比较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正式的道歉吧。你道歉的话，不是大家觉得是我现在说的是你，你不要扯到大家好吗？你感觉是在把大家拉拢。等一下，我不是在拉拢，那我就说嘛，我道歉的话，我觉得就应该要，你得要说。比如说今天我要道歉的话，首先态度要很好。我今天哪里做的不是很好，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一个错误，我之后我会怎么样的做，最后很真诚的说，希望得到你的一个原谅，就是这样啊。我觉得道歉嘛，对他的道歉的话，就比较他要走一个流程，就是刚刚他所说的一个流程。我不觉得是流程啊，我觉得怎么不是流程呢？道歉就是要这么去说啊，别人才能感受得到。哦，你是好像真的意识到自己的一个做错的地方了，你也都说了，之后会怎么改？别人这样跟我说的话，我就会原谅他。可能真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在道歉这方面的话，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每一次吵架的时候都在进行一个磨合。
因为我们两个对待这个方面的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不觉得谢谢他是在跟我道歉，因为他道歉的方式的话，就是主动来找你先说话，但是他不会提他自己今天可能惹你生气的点在哪儿，他都不会去说，会让我觉得你好像后面跟我说了很多，但是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在给我道歉。其实我是这样的，我是会先做那个，比如说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可能自己做的不是很对，我做的话，我是会先跟你进行一个交流嘛，跟他说话，或者说我问他要不要，相当于是破冰的一个人，作为破冰的那个人，之后我们再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跟你说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循序渐进的。他如果说他觉得他自己做的错的多一点，他就会像他刚刚说的那样，很主动的来说怎么，但是有些时候他还是没有那么去做的，很偶尔哈那个情况，他也没有按照他自己说的那样去做。回到他刚刚的问题，我们吵架谁先道歉的话，我们会觉得谁的这个过错会多一点，就错在自己那一方的话，谁就会先道歉，这样。你刚刚说我没有，是因为可能我觉得你让我更加的生气，我不是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是当时可能就希望你来跟我道歉，所以我没有，可能就会遇到这种问题，就出现了两个人都觉得对方的问题错的好像更大，就会出现就是两个人责任的划分不是很确定了哈，那个时候对，但是就会有些僵持住。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遇到过，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我会先破冰，可能是我还是要犟一点，我觉得我会先破冰去做那个话题的，我们交流的发起人是这样。如果说是在我们两个都觉得对方这种的情况下的话，好，下一个问题。好，还有下一个问题是，